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链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时间。在上周大盘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的，对吧？对于四大指数都是一个收涨的周线。那大家现在肯定就非常的想知道接下来的话大盘的这个反弹是否能够持续。狼王从来是直接的给出自己的观点，那我认为在接下来的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好吧，如果说我们以2个月的时间为窗口的话，我认为接下来大盘会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震荡上行，这代表着下一周大盘有可能会有调整，但是如果说我们以一个2个月的周期来说，我认为接下来的这个操作的策略仍然是逢低做多，好吧？那我们就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整个盘面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UVXY， 那大家其实知道，就是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大概2-3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说 UVXY 支撑位在这个19到21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对吧？你可以看到 UVXY 呢，它现在在19到21这个区间里进行了非常一段时间的震荡，好吧，中途有甚至从20块钱涨到30块钱，再从这个20块钱涨到这个25块钱，所以说 UVXY 呢已经在19到21块钱的这个区间里已经震荡了，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用时间尺来看的话，大概是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对吧？也就是说大盘已经在这个底部震荡整理了超过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我个人认为呢，接下来的话19到21块钱的这个区间对于 UVXY 来说已经不会有很强的支撑了，因为毕竟它已经在这个区间盘整了40多个交易日，而且也经历了大概3次的反弹，对吧？所以说我这一个观点呢，就是不要去做多 UVXY 了。如果你现在再去做多 UVXY， 很有可能一套就套你这个50%以上的点，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好吧？第一个观点 ，UVXY 我认为在这一个2个月的盘整的时间里，1个半月的盘整时间里，它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看到3波超过25%的一个反弹这代表着它19到21块钱的这个支撑的区间，大概率的话已经消耗殆尽了。接下来的话 UVXY 我认为它就是如果说大盘出现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那 UVXY 肯定会跌得非常的快，因为大盘横盘的话 UVXY 也会跌，所以说如果是震荡上行，就是横盘慢慢的往上涨的话， UVXY 会跌得更快我认为 UVXY 甚至会跌到大概在11块钱到14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好吧？接下来的话我认为 UVXY 只要到11到14块钱这么一个区间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再次的进场做多。如果没有到11到14块钱的这个区间内，我认为大盘仍然还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动力，好吧？这是 UVXY， 从 UVXY 分析为什么我认为大盘会继续的向上进攻。说完了 UVXY 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也是经历了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的一个调整，对吧？那毕竟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散户，尤其是这个新手的交易者，在这个20多天的一个盘整的时间里，现在已经是非常的难受。那我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观看量也都是在下降的，那也就代表着很多基础的投资者他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进场做多的这么一个信念。那好吧，我跟你讲，就洗的时间越久，那肯定是把越多的人去丢下车。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对于标普指数来说，它现在是做了一个 W 底，然后这个 W 底的第2条腿呢是比第1条腿要踩的要深一些。那我个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我认为，好吧，现在如果是2条腿下来了，它会不会去做一个头肩底呢？
如果出现了这个头肩底的一个动作，对吧？就是第二条腿以后再继续向上涨，那应该怎么操作呢？我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我在2个月的中期时间内是看涨大盘的。如果标普指数出现了再次的回踩，好吧，再次回踩到这个之前的头肩底，大概在这个4320到这个4280的这么一个区间，我仍然会进场去做多，好吧，我会去加仓做多。如果说标普指数再次的调整到4320到4280这个区间里我会仍然的进场去加仓做多，因为我说了，我看好大盘，好吧。这是我对于标普指数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的可能走势的分析，当然它也有可能就直接 W 上去了。那如果 W 上去了，我就拿好我的筹码，对不对？我等它回踩30分钟级别，我等它回踩颈线的那个位置，对吧？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等它回踩这个4380，对不对？4380也是之前的一个颈线的位置，这个位置你也是可以加仓的，好吧？如果说标普指数回踩了这个4375到这个4375到这个4360的这么一个30分钟级别 GMMA 的一个支撑，你也是可以加仓的，好吧？你可以分批的加，好吧？就是4370到4360这里加一部分，如果跌到了4320到4280。再加更多，好吧？再次的强调，我现在策略仍然是越跌越买，好吧？越跌越买，跌的越多，买的越多。总体的仓位的话，我觉得你看个人，我自己的话，我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多，是吧？我可以布局50%的仓位，反正我越跌越买。如果说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你就用30%的仓位去进行一个越跌越买的动作，好吧？我个人的话，仍然是对于大盘在接下来2个月继续向上涨的一个动作是非常的抱有信心的，好吧？这是对于标普指数。标普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指数。那道琼斯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3大指数里面走的最强的一个。为什么说它3大指数走的最强的一个？因为道琼斯指数3大指数里唯一一个 W 底的第2条腿比第1条腿的这个高点低点的位置要高的，对吧？就是说第2条腿的低点没有跌破第1条腿的低点的位置。所以说对于道琼斯指数，我的一个观点是那现在的话它是最强的一个指数，在接下来2个月里面，很有可能道琼斯指数会走得更加的好。那我对于道指的一个观点也是同样是逢低做多，好吧？第一个支撑的区间呢，应该就是在我画的绿色的这条线，也就是在这个34578，好吧，34578到这个34400这么一个区间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小仓的去进行一个补仓的动作。这是道琼斯指数的第一个支撑区间，然后第2个支撑区間呢，就是可以继续的加仓去买的，我认为呢会是在这2个区间，好吧，就是33936，好吧，33936到339到336的这么一个区间可以再次的就是加一些的仓位进去补仓，如果有机会的话，很有可能没有机会了，因为它毕竟 W 底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个人的话，就是比较好的机会的话，仍然是在这个如果回踩到34569到这个34400的一个地方去进行补仓会更加的好。好吧，这是道琼斯指数，仍然是逢低去做多现在这个点的话，暂时先不要追，对吧？因为你如果说已经进场的话，肯定是跟狼王是在上周一最底部的地方已经进场了。如果说没有进场的话，就等回踩，等到我说的这些点位再进行进场操作的一个策略，好吧？这是道琼斯指数，我认为可以继续进场的一个点位。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呢，再说一下 QQQ。我个人对于 QQQ 的态度没有道琼斯指数还有这个标普指数那么乐观。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QQQ 的话，它现在第1条腿才刚刚的走完，好吧？大家可以看到它第1条腿的话才刚刚的走完，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再来第2条腿。那如果说 QQQ 再来第2条腿的话，那我肯定是在第2条腿的时候再考虑去进场做多，好吧？那 QQQ 第一个可以进场的点位呢，
我也跟大家说了，大概在359附近，好吧，大概在359附近。比较好的进场位呢，仍然是在354到350，好吧，也就是说 QQQ 再次的进行 W 底的一个回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W 底也跟大家画出来了，也就是说，我认为接下来道琼QQQ 的话，仍然可能会有小幅的调整。如果说 QQQ 出现了小幅的调整，仍然是逢低的去做多的这么一个策略，好吧，只要它不跌破350.32。仍然可以去逢低的最好的话，我认为在这个354到这个352的这么一个区间去逢低的布局 QQQ 才是比较明确的一个选择。总体的来说呢，就是 QQQ 接下来向上的动力并没有标普指数还有道琼斯那么的强，好吧，我个人的话仍然是建议大家逢低去布局道琼斯，而不是逢低的布局 QQQ， 这不代表 QQQ 不会涨，好吧，只不过我认为 QQQ 在接下来的2个月的时间里，它的涨幅不一定有道琼斯板块的多，好吧，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多布局一些传统板块的股票，而不是这个科技板块的股票。好嘞，这是3大指数说完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罗素。那罗素的话，一直跟大家强调是吧，它已经在这个230块钱到210块钱的这个区间里面，基本上盘整了快有9个月的时间。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一直认为是罗素，如果说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里，大盘会有一波不错的上涨的行情的话，罗素很有可能会是这一波行情里面比较亮眼的一个指数，好吧，这是罗素的狼王的一个观点。那你可以进场的一个点位呢，仍然是如果有回踩220到218的这么一个区间，好吧，220到这个216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去逢低的去布局罗素的毕竟的话，我看 QQQ 还有接下来还有下跌的一个空间是吧？如果大科技股出现下跌的话，罗素的大部分也基本上是属于纳斯达克板块的，所以说它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顺势下跌的一个动作。但是如果当出现了这么一个下跌的动作的时候，是吧？到220到218的220到217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去逢低的布局一下 IWM 的。好吧，简单点说就是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说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里逢低继续去进行一个补仓的操作，好吧，就这么简单直接。然后我们这个罗素板块说完以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中概股。中概股的话，大家现在都非常的想说是吧，是不是底部已经做好了？那我可以看就中概股的话，我觉得最能代表中概股的这个 ETF 就是 FXI。那对于 FXI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只不过是再次的回到了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地方我个人的话，甚至如果说它有机会涨到41块钱，好吧，如果 FXI 有机会涨到41块钱附近的时候，我甚至会去做一个1天到2天的一个日内的短空，好吧，再强调一下是1天到2天，所以这个时机非常短，并不是说一个长线的一个做空，只不过是一个短线的做空代表了我对于这个中概股的话，这一波我现在认为仅仅是反弹，它大概率的即使要企稳的话，也会在底部做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盘整，好吧，它现在的话只不过是刚刚触了新低进行一个反弹以后，大概率还要再次的做一个底才能继续的上攻。再做这个底的话，它能不能上攻，其实你也不知道。所以说我再次的跟大家强调，现在这个位置不适合去做多 FXI， 就是中概股。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连着一个2小时级别的趋势下降的，现在不过是刚刚反弹到了4倍趋势的日线级别的压力位，好吧，它不站稳42块钱 ，FXI 不站稳42块钱，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做多中概股。只有当它站稳了42块钱，我们才可以说它从日线级别的一个多头趋势才刚刚的走出来。没有站稳42块钱的话，仍然是逢高做空这个中概股，它现在的形态仍然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说不要现在去做多中概股，包括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这2天确实有一个基本接近20%的反弹，对不对？那我们只能当做是反弹来对待。如果说阿里巴巴没有站稳175甚至180块钱，我不会去做多阿里巴巴。甚至如果阿里巴巴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是吧？接下来的下周1周2，如果涨到了175到180块钱的一个区间，我仍然会去进场做短空。
好吧，因为我认为即使阿里巴巴，即使它在这个138块钱就是阿里巴巴的低点，它也会走一个 W 底的形态，回踩一下140块钱到130块钱的地方再进行再次的上攻。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不要现在去追高，现在去追高中概股一定被套的是你。我就这么肯定，因为我认为中概股大概率即使要涨的话，也会去做一个 W 底，再继续的向上进攻。好吧，这是狼王对于中概股的一个分析，不要现在进场，仍然非常的危险。好嘞，那这是所有的几个重要的股指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黄金、比特币。原油的话，现在是在一个压力位上，日线级别 GM 这个平行通道的压力位，所以说我个人的话不建议大家在这个点位继续去追高原油了，我觉得原油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的还是想去做多原油的话，我个人的话也会起码等待它回踩一个日线级别的 GMMA， 也就是在这个72块钱附近我才会去考虑。我这个点位的话，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原油了，我个人觉得很有危险，好吧？你要是自己仍然想做多原油的话，切记带好移动止盈，好吧？不要让你的盈利变成亏损，然后的话就是不要做好移动止盈吧，就是锁住你的利润。原油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黄金的话，现在仍然是没有站稳1770的一个狼王所说的压力位。那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是仍然它只要站不稳1780，因为它现在这个平行通道在往上攻，所以说黄金只要不站稳1780，下周没有站稳1780的话是不要进场去做多的，好吧？黄金的话现在仍然是属于一个空头的趋势大家不要这么着急着进场去做多。黄金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话仍然是处于一个高位的震荡，对吧？高位的震荡的话，我们首先还是想要判断出来它现在的上涨趋势是什么样的级别。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是沿着一个2小时级别的趋势在向上进攻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比特币的坚定投资者，然后你想去做多比特币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的进场位呢在53800块钱左右，好吧，53800块钱左右跌破了52000的话，一定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好吧？跌破52000的话，就代表这一波上升的趋势已经走完了，没有跌破52000的话，可以继续的持有，好吧？这是比特币。那比特币一个短线、一个中线的压力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根据平行通道来看的话，它现在并没有突破这个56000块钱的一个压力位。如果说比特币站稳了56000块钱，接下来的话就会向这个6万块钱发起进攻，好吧？所以说我个人的话就是，比特币如果没有站稳56000的话，暂时不要那么着急的进场去追，好吧？这是我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分析。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狼王的一个下周以及甚至接下来1到2个月的一个行情的推演。简单一点说呢，接下来的策略仍然是逢低做多。什么点位进场做多呢？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很明确的给了大家，对吧？甚至包括 UVXY， 我认为它接下来的底部的一个位置会在多少，也在这个视频很明确的给出了。大家就继续的去逢低的做多。另外开个玩笑，好吧，给大家一个指标，就是当大家看到我视频的到赞率多过了4%的时候，大概率那个时候就是可以抄底的时候，好吧？如果说接下来下一周的情况就是大盘出现了继续的下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的视频的到赞率超过4%的时候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抄底的指标，好吧？正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玩笑，好吧，好嘞，那简单点说，就是下周仍然是一个逢低做多的一个这么的策略。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然后有空的话劳烦就是点一下广告，因为毕竟确实最近的观看率和这个广告的点击都出现了一些下降。如果说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免费的节目嘛，所以说我个人的话评论量也出现了下降，对吧？我其实给大家进行这个免费的服务，我就希望大家能是吧，就是出一点这也不是一个也不用你付钱，对吧？就仅仅是点一个广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这个频道我甚至连券商的开户连接都没有放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种完全免费的频道，大家还是就是能支持的就多多支持一下。好嘞，那就说这么多，再次感谢大家收看老王的节目啊，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啊，再见。